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KT です。大家觉得住在日本北海道，冬天每天都能看雪，非常的美好吗？Well， 我想呢，大概看我们频道的这些呢，就算没有一半呢，可能也有1/3的人呢，或许也是有点憧憬呢，未来想来这边生活。但是毫无疑问呢，在日本这边呢，可能以后的这个生活成本呢，只会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少。那究竟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贵呢？那就是每个月的这些水电、瓦斯燃料费。大家还记得呢？我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北海道的这个移住的影片就已经提到过，在日本，特别是北海道这边呢，这3项东西呢本来就不算便宜，而且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呢，这个电费跟瓦斯燃料费呢就一直涨。所以呢，我也才会来说，来这边旅游呢，跟生活呢，真的是两码子事。所以说，我们家这几个月的这个水电费到底是贵了多少呢？在公开我们家的账单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时事，来探讨说为什么日本从去年开始呢，就不断的调涨这些能源的这些水电费。而首先呢，是这个北海道新闻就报道了，很多民众呢说呢，特别是这个电费呢，真的是比去年还贵了不少，平均呢一个月呢都可能要贵上4到5千日币。而比较可怕的是，在日本北海道这边有所谓的这个欧电化住宅，也就是整栋房子都是吃电的，而不用瓦斯或煤油之类。而有些人家呢，光一个月的这个电费呢，就超过了12万日币。12万日币耶，很难想象有这么可怕吧？这户人家他说他之前电费差不多每个月也就8万日币左右，但是呢，这几个月这个电费狂涨了，一口气直接来到了12万日币。以日本一般平均薪资来讲，他的这个电费呢，可能就要吃掉他一个月1半的薪水了。而且因为电费本身就已经很贵了，住在这样子的住宅呢，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很省电。比如说冬天到了，这个暖气啊，也只敢开这个晚上睡觉的这个房间，然后白天都不开。而电费太贵呢，有时候也会以这个煤油式的暖炉来代替，而煮东西也渐渐换成这个卡式瓦斯炉。而即使是这样子，电费还是这么贵。而查了查，为什么日本这边呢会有所谓的这个欧电化住宅呢？其实以前呢，日本在还有这个核能发电的时候，那时候电费呢普遍是比这个燃料费还稍微再便宜一些的，所以呢也才会出现了这个全电化的这个住宅。但是大家也知道，日本自从历经这个311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事故，所以大家当然也觉得不能再依赖这个核能发电，而转回原本天然能源的发电。但是无奈是，自从去年2022年，然后这个世界呢又爆发出了这个俄乌战争。而进而影响了这个能源又再度的上涨，而且日本的这个电力发电呢，目前呢主要有70%呢都是依靠这个火力发电，而火力发电呢主要是燃烧呢这个天然能源啊，如这个煤啊、石油啊、天然气等，而其余有3成呢才是其他如风力啊、水力、太阳能发电等。就我个人的想法啦，我当然是觉得不赞成回去呢这个以前的这个核能发电，所以呢，我只能说战争真的很可怕又很麻烦，不知道这个战争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而新闻就报了，这个北海道最大的这个电力公司呢，这个北海道电力呢，甚至计划呢要在今年6月呢再度调涨这个家庭电费呢，高达35%，等于说呢这个电费呢恐怕要再涨价超过1/3。而电力公司的这个社长也提到，确实呢，就是受到俄乌战争啊，还有这个日元贬值的影响，而公司呢也已经有数百亿的这个赤字，除非呢核能发电呢再度启用呢，才有这个降价的可能。Well， 那好啦，那我就要来公开我们家的这个电费啦。不过呢，还好我们家呢不是这个欧电化住宅，只是一般的这个公寓，所以去年呢7到10月呢，这个夏天呢跟这个秋天一个月的电费呢，顶多也就5-6千日币。但是从进入冬天开始呢，真的就是翻倍上涨。11月呢1万多日币，然后到12月的冬天呢，已经来到了2万多日币。21785日币，以目前汇率呢0.23来换算呢，差不多一个月就要5000多块的这个电费，而且呢，这个还是目前12月的电费，1月的电费还没出来，1月还比12月冷，所以我们都在想，搞不好这个1月的这个电费会比12月甚至还要再更高。
然后是真的有变贵。像日本老公他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因为他还蛮怕冷的，所以这个暖气的这个空调啊，他都会开一整天的这个，然后开下来呢也是要超过2万多日币。现在呢我们大多都只有开晚上。虽然呢，我白天呢比较多时间在家剪片之类，但是我几乎不太会开，因为真的还怕蛮贵的，所以有时候在家怕冷的话，就会拿这个电毛毯这个来代替啦。毕竟这个电毛毯这样子开下来，它还是可以省很多电费的。开1个小时也才10元日币，我要看起来很穷酸吗？但是日本呢，因为近几年的这个电费各地的都不断上涨，所以他们越来越多商店呢也卖很多这种节电节能的这种商品。然后还有我之前在这边冬天住的这边，然后我就在Amazon上面买了双人的超级大的电毛毯。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会盖电毛毯睡觉。因为我们现在睡觉的房间没有暖炉，只有这边有暖炉。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命哥呢，他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冷，所以他甚至还跑去二手商店呢，然后再买一个电子暖炉，就是睡觉的时候会开一下这个电子暖炉。然后像我们家呢，还有这种小小的这个换气扇的这个循环扇，这个呢也算是节电的小物。因为有时候开暖气呢，热气呢它会集中在室内的上方。所以用这个循环扇呢，可以把它上方的热气呢吹下来，可以让它呢把这个热气循环比较好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家居用品店呢，他们就会开始卖一些这种电热外套，然后还有那些电热背心之类。像这个就是我之前也有开箱过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电热羽绒外套。它这边呢就是有这个电源开关，然后可以用 USB 行动电源来充电的。然后它这边它后面这一块就是发热的。而除此之外，日本其实还有许多的这个省电商品跟节能小物啦。不过当然，我觉得与其一直省，当然想办法增加收入跟开源也是很重要的啦。那再来是瓦斯燃料费了。那为什么电费这么贵，我们还要开这个暖气空调呢？因为很遗憾的，这个瓦斯呢跟这个燃料费也没有便宜到哪。像我们这边住的是公寓，所以我们这边暖炉的话是用这个是 LP 瓦斯 LP gas 的。这个暖炉呢，如果我们开一整天自动的话，像之前命哥他一个人住的时候，他有开一整天过，超过4万日币，我的天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开一整天这个暖炉。而这个瓦斯费的话呢，差不多在北海道的这个夏天呢，一个月呢差不多就6-7千日币一个月。日本的瓦斯，就算你再怎么省，日本人喜欢泡澡嘛，每天就没事就洗澡，就来泡个澡。泡澡也是要用很多热水什么之类，再怎么省，差不多也都5-6千日币这样子。而秋天的时候会稍微变比较凉，那时候秋天差不多一个月就7-8千日币。12月的这个瓦斯费是14500多日币，而且这个14500多日币呢，这个暖炉呢是没有开一整天的，顶多晚上冷的时候开一下这样子。而这个月1月的话，因为1月呢真的是一整年最冷的月份，所以1月的话呢，我们估计呢这个瓦斯跟这个电费可能都还要再更高一些。怎样的冷？那就是你睡觉如果不开暖气的话，就半夜那个气温突然骤降零下10几度，是真的有可能会冻死的。所以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暖气呢该开就是要开。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光是我们家12月的这个瓦斯加这个电费21785加瓦斯14500，加起来就36285日币。不好意思呢，这个水费还没算，水费等一下跟大家说，光这个电费加瓦斯呢加起来就已经8000多台币了。我想不管再怎么有钱，以日币或是台币来算，都是不算便宜吧。而且北海道的冬天还蛮长的，基本上北海道的冬天差不多从11月一直持续到4月、5月的时候都还蛮冷的。虽然说看新闻呢，有人家里住的是这个欧电化住宅，所以说我们电费没有超过10万日币，好像是有点该偷笑这样子。然后之前呢拍除雪的影片呢，就有人留言到说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停车场起码会有这个地热啊、road heating 之类，好像住那种地方呢就不用除雪到这么辛苦。不过你想，光是住这个公寓呢，每个月都要有一些这个管理费跟修缮费来支付这个冬天的这个除雪费用。因为除雪的话，我们就是除我们自己的车位周遭嘛。
但是停车场它除了车位，它还有这个通道，还有那些出入口之类，然后那些也都是公寓的这个管理公司，他们要花钱请除雪车来这边除雪的，而且那些钱当然也不是白白来，那些钱也都是从大家住户的这个口袋付的啊。所以说呢，有这个 road heating 的这个停车场呢，必然肯定的，它这个停车费一定是不会便宜的。那如果是一户建自己住的房子呢？而如果要装地热的话，那真的是会贵爆。命哥呢，他说装了这个地热的这个住宅呢，这个1个月的这个煤油燃料费呢，可能要贵到10几万日币，或甚至更多。特别是在北海道呢，有一些这个内陆的这个地方呢，那说真的，真的是很冷，常常气温呢就零下10几、20几度那种。而这些地方的这个住宅呢，他们怕这个水管会冻结。而水管冻结破裂呢，又是很麻烦的事，然后到时候请人修理又要花一笔大钱，所以说那种住宅他们通常都必须要开一整天的暖气，所以平均1个月的这个煤油燃料费呢，可能都要3、4万日币或甚至更高。所以说有时候住在日本会觉得说，好像去超市呢，好像没有拿很多钱，但是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真的每个月呢，特别是住在北海道这边，每个月呢真的是你看到水电瓦斯费账单呢，真的就是你会很傻眼的那种。包括我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也是，我一个人只是住很小的公寓，但是冬天每个月瓦斯费都是会超过1万日币那种。再来最后一个，那就是水费啦。说真的，我们家目前呢，1年4季的这个水费呢，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差不多呢，也就是每2个月8000多日币。但是呢，像这个冬天，这个12月到1月啊，可能呢是每天在家泡澡的这个次数也变多了，因为你每一次泡澡，你就要用1次浴缸的这个水啊，所以冬天的这个水费呢，也来到了13499。虽然说这是2个月的水费啦，那也差不多1个月要将近7000块日币的这个水费哦。而且我们都开玩笑说，搞不好之后冬天呢，改成就是不要在家里常常泡澡，偶尔呢去泡个日归温泉，500、600日币，搞不好都还比家里泡澡还省。而之前呢就有说过，在北海道这边的水费呢，也是全日本数1数2贵的。因为日本的这个水费哦，其实他们可以说是收了这个2倍，这个 double 的这个价钱。因为一个水费是水道的这个使用水量，就是你水从水管出来你用了多少水，然后第二个就是水你的水流到这个废水处理，它有另外一个是这个下水道使用水量。所以就是感觉他们会收2倍的价格，就是包括你用的水，还有这个水变成废水要处理的价格，就是那个水管流出来的水，基本上喝的是没问题了。OK， 今天的影片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住在日本北海道这边一些生活的现实层面啦。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值得参考，还是记得呢给我一个影片赞，然后别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忘记跟大家提到了，还有另外一个日本的这个节能小物，他们的节能小物真的是很多。这个呢就是洗衣机，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这个浴缸。像我们这个泡完澡呢，这个浴缸的这个水有时候也是不能浪费的啦。日本就有卖这种东西，卖这个水管跟这个马达，然后就把浴缸的水抽起来，抽到洗衣机里面，然后继续洗衣服哦。就是这个马达。